Hello，大家好。加拿大的媒体和房产机构都特别喜欢拿今年3月份的房产市场数据说事儿，这是因为今年3月份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光辉业绩，尤其是与去年3月份同期相比。道明银行上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今年3月份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速度与去年同比增长了13%，加拿大的增幅却高达75%。加拿大的平均房价比1年前增长了32%。几乎是美国增长率的2倍。这份报告试图解释加拿大房产市场高速增长的原因，以及两个房产市场之间的差异。报告认为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加拿大的人口扩张速度比美国快，特别是疫情前的3年时间，加拿大增加了移民，而美国呢却提高了移民门槛。报告说，随着两个国家的人都接种了疫苗，疫情的限制将会逐步减少，城市租房需求可能会再次上升。而且郊区房屋的销售量将会下降。报告指出，虽然加拿大的住房活动在短期内可能会继续超过美国，但是这将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房产的负担能力问题。所以从中期来看，房产市场下行风险更大。皇家地产的最新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们的调查发现，除了阿尔伯塔省和大草原地区之外，加拿大各地的首次购房者越来越焦虑。其中在 BC 省，有71%的首次购房者表示担心他们的首付不足以购买所需的住房，而前2年这一比例为56%。温哥华的首次购房者紧随其后，有69%的人表示担心首付不足，比全国平均水平62%高出11个百分点。CIBC 副首席经济学家本杰明·塔尔试图解释加拿大住房市场疯狂的原因。他认为，首先是历史最低利率吸引投资者进入市场。极低的利率推动了3月份的销售量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并使竞价战遍布全国。第二，严重不对称的经济衰退。他说，疫情期间失去的工作几乎都是低薪工作，相反呢，却增加了35万个高薪工作。他认为，在短期内，唯一能够逆转房地产市场走势的是高利率，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增加供应。他预计短期内的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保持强劲，但随着利率的上升，房产交易活动将会放缓。实际上，加拿大的房屋销售量从4月份已经开始下降，去年那种卧房惜售、供求失衡的情况正在消失。可能正是这种情况使银行意识到风险，他们收紧了住房贷款价格的评估标准，导致买家在规定的期限内获得抵押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房地产市场中大量的交易评估价格低于成交价格，现在很多交易都处在贷款延期的阶段。一般来说，评估价低于成交价解决的办法有3个：卖方降价、买方提高首付，或者是干脆取消交易。如果评估价格低于成交价格几千加元，影响可能不会很大，但是如果低于成交价格太多，比如几万甚至10几万加元，这个影响可能就很大了。因为有很多卖家的首付也是好不容易才凑齐的，有些买家的首付比例可能本来就非常低，可能只有5%至10%。如果再增加几万甚至10几万加元的首付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样一来，买卖双方谈不拢的情况下，这次交易就失败了。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有些放弃买家权利的 offer 风险非常大，因为评估价低于成交价，他们无权要求卖方降价或者是取消交易。这样呢，他们只能想办法凑首付，有的甚至被迫选择高利贷。房产交易中有2项权利对你极为重要，第一呢是验房条款，只有验房合格的房子质量才能有保障。第二是贷款条款，这条是保证你能成功贷到款才能最终成交，否则的话，买方有权取消合同，所有定金退回买主，双方互不追究责任。最近几个月市场竞争激烈，有很多买家为了让自己的报价更有吸引力，他们放弃了保护自己的条款，这对于买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